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引用《孙子兵法》来解释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引发了全球舆论的热议。那二位看来，梅德韦杰夫想借此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我想说的是，喜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实际上他更多代表的是当代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这个形象。那么，如果把梅德韦杰夫与他共事的这个总统普京做一个对比的话，实际上，普京基本上与这个社交媒体他是保持一个距离。那么这次梅德韦杰夫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发声，这个时机刚好是俄方正式宣布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目标这个前夕。那么我个人认为，此举显然是有意主动在配合俄方进行国内外的这个舆论动员。那么同时通过引用这个《孙子兵法》，进一步的强调俄罗斯新阶段军事行动它所遵循的，我把它称之为战争哲学或者是战争辩证法。来以此维护开展新阶段这个军事行动的这种正当性，同时也是争取更多舆论斗争的这个主导权。我们在联想到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第二阶段的一个军事行动，尤其是俄罗斯在最近试射了它的最新的萨马特洲际导弹它从俄乌冲突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俄罗斯是个核大国那么只要形势需要，俄罗斯会毫不犹豫的使用战略力量来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那么这个就是梅德韦杰夫理解的，就是说怎么样使得俄罗斯自身的地位能够强固到敌人不敢来进攻我想他表达的是这层意思。我们也注意到，自从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以往比较低调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就多次就俄乌局势发表比较强硬的言论。比方说，面对瑞典和芬兰说要加入北约，他说俄罗斯要加强在西部边境的安全。梅德韦杰夫作为俄罗斯安全会议的这个副主席这样一个职位的话，做出这些强硬的表态，向外释放了什么样的声音？一方面，这表明俄罗斯面临非常复杂严峻的这个舆论斗争的环境。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仅仅靠这个官方的表态和媒体的这个传播，实际上已经是难以应对这个局面吧。因此，梅德韦杰夫的这个媒介作用实际上就被凸显出来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这个安全会议副主席身份，以及他本人对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偏爱那么我觉得更还在于这个梅德韦杰夫，他是被西方视为俄罗斯自由派精英的这个代表。那么当下他反常的这个激烈的表态，我觉得既是对西方制裁的直接的这个回击同时也更是一种警告或者是一种信号吧。也就是说，西方这种歇斯底里的这种疯狂打压，已经是招致包括俄自由派在内的多数群体的这个非常不满。俄联邦安全会议作为决策性的机构，会定期的召开会议。在这次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会议也是照常的举行的。张先生，根据您的观察，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在以往的军事行动当中，它扮演了什么角色？在这一次的俄对乌的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它的影响力又有多大呢？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那么因为它的组成人员包括了俄罗斯国家政治、国防、外交的主要的一个头面人物。像俄罗斯总统、俄罗斯总理包括那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等，都是这个联邦安全会议的一个成员所以说，在有些时候它起到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所以我感觉就是说，联邦安全会议它是个比较特殊的机构，从法律的设定上讲，它是个总统的关于安全问题的咨询机构，但从实际的政策制定、政策实施上，它又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它不仅仅是在本次俄乌冲突中扮演重要的这个角色，甚至可以说是自2014年这个乌克兰危机以来，这个机构实际上是已经变成俄罗斯内政外交一系列主要方针政策的最主要的一个决策机构除了亚速钢铁厂的围攻之外俄军在其他战线也是迅速的推进。根据俄国防部披露的消息在4月18号到19号一夜之间，俄军在顿巴斯到哈尔科夫地区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就全线突击，攻击了超过1260个军事目标。这1260个军事目标，这个数字也是近期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数字，其他也都是在1000左右。石先生，您怎么来看俄军在第二阶段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它的这个打法是不是有所改变？在第一阶段呢，俄军拉开的战线太长了，但是
俄军的兵力是有限的。第二阶段，俄军吸取了教训，目前将主力部队集中在哈尔科夫和顿巴斯东部方向，就相当于把自己已有的兵力攥成了一个拳头，集中朝一个地方呢猛砸形成了局部的优势。第二俄军在第二阶段提高了空中打击的力度，形成了空地协同，尤其是在这一阶段，俄军出动了图22M3和图95等大型轰炸机，从更高的高空对乌军东部和南部的油料库、弹药库、军工厂发动了精确打击，削弱了乌军持续作战的能力。第三经过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俄军在地面行动中已经摸清了一些乌军的作战战术和分散伏击的套路，所以已经积累了一些比较有效的经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第二阶段军事行动之所以让外界感到有所起色，那石先生，您觉得除了这个战术上有所调整之外，在武器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助力的地方呢？的确如此，俄罗斯在第二阶段军事行动中动用了之前没有动用的武器，比如图22M3逆火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这些作为投射精确制导炸弹和巡航导弹的平台。另外武装无人机的使用也越来越多。在电子战武器方面呢，比如对乌军无人机和战场通讯系统的电磁干扰装置频繁出现，这些都对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的作战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那张先生，您觉得俄罗斯在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当中，是否有意加大了无人机的打击频次，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讲有一句话叫做所谓发现即摧毁关键是你不能让对方发现自己。这方面，俄罗斯在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中，应该讲它表现的能力的确是有所欠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似乎在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它的无人机的活动的确在增加那么，如果俄罗斯在战场信息态势感知能力上能够增强至少就是说不落于乌克兰的北约系统支持那么我想在第二阶段军事行动中俄军的表现应该可能会比第一阶段要好一点。在近期的马里乌波尔战场上，车臣部队可以说是表现不俗。那石先生，您觉得这样的一支部队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车臣武装部队属于轻步兵中的特种部队。在这次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中呢，车臣武装部队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晰，那就是在复杂的城市战中扮演扫楼的角色。城市战中潜在的攻击可能来自四面八方，而且你还不清楚敌人在哪儿。而像车臣特种部队这样的武装擅长小团队的作战，相互之间的协作很紧密，有丰富的城市战或者是巷战的经验，所以比较适合在这种环境下更大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有人在协助俄罗斯，也有人在拉踩俄罗斯，不断的拱火俄乌局势。在4月2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他的官员举行了会谈。那同时呢，承诺提供超过3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资金和1.65亿美元的军火。那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援助呢是强有力的。那万先生，您觉得美方的这一轮的军援对于乌克兰提升前线的战力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态度已经是从这个口头上警告转向行动上的这种加大阻击摧毁西方军援的这个力度吧。我们可以预计就是随着美西方的这个武器陆续抵达这个乌克兰，俄罗斯的这种打击力度还会继续的这种升级。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乌克兰能否将这些武器弹药运往这个顿巴斯等前线地区，否则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援助能够发挥的效用也会大打折扣。在西方不断军援乌克兰的背景之下呢，俄外长4月25号就说，北约实际上已经参加了对俄战争。俄罗斯对于未来的这个战事的局势有着怎样的判断？那俄军距离实现它的目标还有多远呢？我们现在知道美国和北约，一方面是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一个武器装备，另一方面
那个北约的大量的一个情报机构信息机构都在直接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情报信息。这个我们讲在现代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加拿大方面透露的加拿大有一位陆军中将4月初退役，但是现在已经在乌克兰那么他这个退役到底是以什么方式退役，我们也不清楚。就是说，其实北约已经有一些军事人员以各种方式、各种身份直接参与了这个俄乌冲突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俄乌冲突那么俄罗斯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和乌克兰一个国家，事实上在和乌克兰以及它背后整个北约的一个军事体系在进行那个对抗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俄罗斯能不能顺利的实现它自己的一个军事计划就不仅仅是看俄乌双方，还看那个美国和北约。他们到底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准备扮演什么角色，准备投入多少资源？俄外长的这种表态也比如说我自己观察到的此前的这个俄罗斯专家的这个多次警告，是比较吻合的。你比如说这个曾经担任普京这个外交顾问的俄罗斯战略家，卡拉加洛夫，他早前就有发出了这样类似这种警告他说，如果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这种攻击性重型武器，那么最终会导致俄罗斯军事行动目标无法实现，那么也不排除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届时的这种冲突，各位参与方都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日前，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援引《孙子兵法》来阐释俄罗斯在乌特别军事行动的消息，引发了热议。他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孙子名言，传递了俄方保卫自身利益的决心，更强调了是北约挑衅在先。那么，2年前从总理位置上转任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的梅德韦杰夫，为何近期频频现身解释俄方看法？2月底以来，普京多次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商讨俄乌局势。俄联邦安全会议在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一起来洞察关键。Один совсем не глупый человек, а именно Сунь Цзы, давным-давно это было, написал: правило ведения войны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бы не полагаться на то, что противник не придет, а полагаться на то, с чем я могу его встретить。梅德韦杰夫引用的这段话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意思是打仗的原则在于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敌人不可攻破的条件。为了说明这段话，他还在视频中强调，一边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停战，另一边德国总理舒尔茨同日却呼吁增加对乌武器供应。他说，这恰恰代表了国际社会中个别代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我觉得梅德韦杰夫这个讲话更主要的，他试图想要去说明，就是面临西方的种种的这种压力，不管是在战前还是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下，俄罗斯还是有必要去加强自身的这个国防防卫的这个能力，去应对这个复杂的外部的环境。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试图想要引用《孙子兵法》来解释俄罗斯的这个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这种预防性打击的这样一个合理性，去更多的让俄罗斯民众来支持和了解俄罗斯政府的这个立场。其实，这并非梅德韦杰夫首次援引《孙子兵法》阐释国际局势。2021年4月，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表署名文章《未学到的历史教训：讲美俄关系》。文章导语就引用了《孙子兵法》俄语译本中的引言，指出避免与大国发生冲突，并不意味着懦弱，而是明智之举，因为牺牲自己永远不是一种优势。除了援引《孙子兵法》被刷屏，近日梅德韦杰夫对乌克兰危机的表态也频频登上热搜。2月21号，普京签署文件，承认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独立，俄乌冲突箭在弦上。第二天，梅德韦杰夫就公开表示，俄罗斯拥有坚强的神经，对局势也有预判，面对西方各个方面的制裁、威胁和政治压力，早已不再害怕。此外，他还强硬表示，任何俄罗斯人都不应该反对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否则就是叛国。俄乌冲突爆发后，制裁措施纷沓而来。就在卢布暴跌之际，梅德韦杰夫积极支持卢布结算令，要求欧洲国家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石油等商品必须用卢布结账。
稳定了俄罗斯民心和社会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就在4月27号，法新社报道称，由于波兰拒绝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已于当天起完全停止向波兰供应天然气。另外，梅德韦杰夫还对欧洲警告称，欧洲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撑不了几周。近日，他就北约的军事动作做出了一番前所未有的表态，声称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线上的集结已经是实质性行为，俄罗斯必须提高警惕，应对北约接下来可能实施的对俄罗斯的侵略活动，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够为俄罗斯提供尖端军事硬件的系统。而就在梅德韦杰夫喊话之后，俄罗斯火速试射了被称为美国噩梦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据悉，萨尔马特可携带10到15枚分导式核弹头，其射程最远可达1.8万公里。这意味着该导弹从俄境内发射，便可有效打击全球目标。近期，媒体还热炒关于芬兰和瑞典要加入北约的议题。据4月25号英国卫报引述北欧媒体报道称，芬兰和瑞典领导人计划在5月中旬会面，之后公开宣布双方申请加入北约的计划。实际上，自2014年以来，芬兰和瑞典已经大幅扩大了与北约的军事合作。瑞典、芬兰和挪威空军几乎每周都一起训练。一旦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北欧的安全架构将发生变化。芬兰拥有一支储备非常丰富的军队，瑞典则拥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尤其是潜艇部队。随着瑞典先进的鹰狮战斗机添加到现在订购或交付给挪威、丹麦和芬兰的 F-35战斗机中，整个地区将有250多架高度现代化的战斗机可供使用。分析认为，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有力增强北约作为欧洲和跨大西洋地区防御支柱的政治实力。对此，梅德韦杰夫更是毫不客气。他表示，俄罗斯将不得不在其西北边境部署大量军队，并强调在该地区部署核武器很可能也是恢复平衡的一种方式。战事还在进行的过程中间，俄罗斯很多其他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下这个发言都比较谨慎，而梅德韦夫所说的一些话，他可能反映了俄方对问题的认识的一个方面，可能是最极端的一个方面，但是他要把它表述出来。这个话可能作为其他的专业部门的负责人，或者说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有可能是不太合适说的。当地时间4月22号，俄罗斯中部军区副司令鲁斯塔姆·明涅卡耶夫少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军工企业联盟年会上称，俄第2阶段军事行动的任务是建立对顿巴斯和乌克兰南部的完全控制。与第2阶段军事任务呼应的是俄军的新打法。以马里乌波尔为例，这段时间俄方主要动作是包围、切断外部对马里乌波尔的增援和补给，然后逐步压缩包围圈，并对占领的地域来进行清剿、肃清残敌，然后继续推进。而在包围圈内，将乌方人员切成几块互不相连的地方，逐一来攻克。外界认为，这样的打法使乌方人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目前来看，乌方军队并没有放弃抵抗，仍在不断地索取武器装备援助，对俄军造成杀伤。那么，俄特别军事行动指挥大脑运作体系到底运作得怎么样？如今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呢？一起来看短片。外界注意到，在俄军公开的第2阶段目标中，还特别指出了要控制乌克兰南部地区。分析认为，乌克兰的工业区和肥沃的黑土地本身大多位于东部和南部，因此，除此前俄军重点关注的乌东地区以外，再加上乌南地区，这2部分一旦陷落，那么对乌方而言，打击将非常明显。为什么要增加乌克兰南部这个目标呢？第一，就是因为它好实现。俄军现在已经占领了这个赫尔松、梅里托波尔等等这些地方，在这个南部扩大战果呢，实际上是有比较好的基础。乌克兰北部和中部呢，实际上它的林地比较多，它的树林比较茂密。这个实际上对这个乌军小规模的部队的偷袭啊，切断这个俄军的这种后方呀、包抄呀等等是比较有利的。而这个乌克兰南部呢，它是相对来说是这个以平原为主，它是比较适合这个俄军的这种装甲部队的发挥。把乌克兰南部和顿巴斯连成一片，包括未来在考虑和德索连成一片，是使得这个俄罗斯全面的
控制了乌克兰的这个黑海沿岸，把乌克兰彻底变成一个内陆国。这也是这个俄罗斯国内部分这个人士的一直以来的这个在呼吁的一个主张。与此同时，随着局势发展，乌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出击的频率上升，开始小规模、高频率的多点出击，对俄方进行骚扰。这也迫使俄方及时做出战略调整，即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尽快拿下顿巴斯地区。另一方面，俄罗斯近期开始对乌克兰的铁路系统配套设施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5号表示，俄空天军当天使用高精度导弹打击了乌克兰6座铁路牵引变电站。有分析就认为，乌克兰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铁路系统均采用25千伏的电力牵引机车，而俄罗斯此次打击25千伏变电站，等于是切断了乌克兰从北约获得军事物资的大动脉。如果乌克兰要使用内燃机牵引车运送北约军火，就会彻底暴露目标。届时，俄罗斯只要打击内燃机牵引车，就可以摧毁来自北约的武器弹药。一定程度上能够阻遏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的，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你俄方没有办法保证对这个铁路设施的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高强度的打击的话，那么这个一旦这个铁路设施恢复的话，它这个军援还会源源不断的运送过来，而且实际上除了铁路运输之外呢，它这个还有空中的运输的。虽然说这个导弹袭击呢，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阻碍美西方军援这个乌克兰的这种进程，但是不太可能这个起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作用。俄军的新战法与新的指挥官也有关系。4月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美媒报道，俄总统普京正式任命俄军南部军区司令亚历山大·德沃尔尼科夫大将出任俄军的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指挥官。这也是在众多俄军区司令中唯一一位有着大将军衔的将领。相关任命的官方消息并没有在俄主流媒体上出现，一些俄媒只是转述外媒的文章进行了报道。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写道，俄罗斯政府通常不会公布此类任命消息。美媒报道指，自俄方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德沃尔尼科夫率领军队从克里米亚向北推进，并攻下了乌克兰南部的一大片领土。自那之后，德沃尔尼科夫一直在监督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军队。细数这位将领的资历，他不仅曾率领部队在叙利亚作战，自2016年以来还一直负责指挥俄军南部军区。该军区的职责范围涵盖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而顿巴斯地区正是俄罗斯目前的军事行动重点。俄罗斯军事分析家帕维尔·卢金指出，德沃尔尼科夫对该地区军事行动的地理位置和战场最为了解。BBC 声称，随着5月9号俄胜利日庆祝活动即将到来，俄军需要在乌克兰战场上拿出明显的战果，在胜利日庆祝活动上凝聚民意。普京选择德沃尔尼科夫，既是出于军事目的，更是出于政治考虑。德沃尔尼科夫呢，本身他是这个叙利亚战争中，俄军和叙军改变战场局势的一个功臣。德沃尔尼科夫本人呢，他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苏俄派的这种集中火力优势，运用炮兵作战、航空兵作战等等改变战场这个结果的一个这种传统派的代表。他的这种任命呢，实际上是就是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个俄军现有的这种他希望集中力量在顿巴斯和乌克兰南部取得进展，这样一种目标是匹配的。目前，俄军在战略级联合作战指挥链上形成了以总参谋部为主体的4级指挥模式，即总统、国防部长、总参谋部、军区及直属战略力量。在普京推动的新面貌改革中，俄军通过总参谋部放权、军种让权、军区扩权的方式，将总参谋部的部分行政管理、装备发展建设等职能转交国防部，强化战略规划、作战指挥、战役训练等功能。由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为战时指挥大脑，将战区级作战指挥权下放到军区，使总参谋部能够更加专注于战略级联合作战指挥。同时，军种司令部退出战略级联合作战指挥链，并采取分阶段方式逐步上交海空军战略指挥权。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作为世界首个全军事单位统一指挥系统，协调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行动，使他们保持在随时待命的状态，并履行其他情报和协调任务。该部门具有俄罗斯军队心脏、战争之屋的称号，可实时跟踪俄罗斯及全球发生的情况，尤其是各国武装力量和军工部门的状况。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的核心部分包括3个指挥中心：战略核力量指挥中心旨在根据俄罗斯联邦最高军事政治领导人的决定来指挥核武器的使用；作战指挥中心监控着世界军事政治局势，分析和预测对俄罗斯联邦或其盟国的威胁的发展动态，指挥控制武装力量以及部署于国防部的部队和军事单位的使用。日常行动指挥中心既负责全方位监控涉及保障俄武装力量的相关机构的运转情况，同时协调各执法机构以满足其他军事部队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就是俄罗斯的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具体表现形式。该系统是世界上首个对军队编制内所有不分队，包括3位一体核力量实施统一指挥的系统。在俄军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实施空袭期间，国家防御指挥中心迎来了首次实战洗礼。事实证明，俄罗斯武装力量自动化部队指挥系统使俄军战斗力提升1.5倍，且提升任务执行速度。同时，由于在不间断的监视模式下连续收集态势的数据，保障了俄武装部队力量整个 ASUV 从作战策略级别到战术级别的运行。有俄媒指出，实战经验证明，决策层次高，战场态势信息处理及时，指挥环节少，指挥链路通畅，部队能够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迅速反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指挥体系也在后续局势中暴露出了一些短板，例如俄军高级将领阵亡率较高等问题。学者分析认为，这也是当前俄军及时做出战略目标调整的重要原因。阵亡率高呢，其实它这个也是多种原因决定的吧。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方面是在于说这个俄军的这种他把这个指挥部钳制的这样一种传统。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我认为其实是，美西方的这种侦察资产，美西方的侦察能力，帮助这个乌军取得了这样的一些斩首的战果。特别是在这个开战以来呢，实际上美西方的这种，有人的、无人的侦察机，不断的在这个乌克兰的邻国边境线上，在黑海上空飞行，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些太空侦察资产，实际上也都在参与对这个俄军这个战场态势的掌握，而这些这个航空的和太空的这种侦察能力带来的这些战场情报呢，实际上都通过指挥链啊，都已经汇入了这个乌军的这个作战体系。自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欧军援的多种先进武器现身乌克兰。乌克兰似乎正在成为新武器的试验场。近日，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特制的凤凰幽灵无人机，它其实就是威力更大的大号弹簧刀巡飞弹。与此针锋相对，俄国防部近日不仅每天都对乌克兰军事目标进行约1000次打击，还发布了无人机引导高精度炮火的航拍画面。有评论称，第一阶段特别军事行动未能速战速决，俄军第二阶段行动颇为顺利，都跟无人机息息相关。那接下来，俄军是否会借助无人机来升级战法？在乌克兰战场上，还有一批最给力的帮手——车臣部队，他们是否正在加速扭转局势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国防部4月20号发布一段航拍画面，展示利用无人机引导高精度制导炮弹，外科手术式精准打击乌军指挥所的画面。被打击的是乌克兰机械化步兵指挥所的侦察部门，位于一处工业园的大楼内。俄军使用的是克拉斯诺波尔高精度制导炮弹，该炮弹可以通过152或155毫米口径地面火炮发射。自2022年2月底以来，俄国防部定期发布对敌方目标使用各种武器的录像，录像拍摄了地形、目标以及使用侦察无人机从空中与之交战的过程。最常见的是海鹰10无人机被用作目标监控，它也被称为这场乌克兰危机中引领俄军频频告捷的一大功臣。
海鹰10无人机系统是由俄特种技术中心开发的，自应用以来，它被大量生产并大规模供应给部队。据报道，海鹰10无人机是俄军同类产品中生产最多的型号，至今已经服役7年，在俄军炮兵部队中被广泛使用，用来寻找定位目标和侦察作战现场，续航时间为16小时，可以在距离地面5000米的地方进行长时间巡逻。通常情况下，海鹰10主要实施低空飞行任务，夜间飞行时也可以躲避美国提供的毒刺导弹。此外，海鹰10的实战经验丰富，自服役以来常被用于各种演习，还被用于叙利亚和乌克兰2次全面的军事行动，在各种任务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近期，俄罗斯2名初级中式无人机操作员在俄特别军事行动中受到官方嘉奖，他们操控的正是海鹰10无人机，展现了非常强悍的野战能力。在此军事行动中，俄军无人机小组发现了敌方正在推进的作战群，要对俄军的燃料和弹药供应车队展开火力攻击。据官方消息报道，此次行动中有19名乌军身亡，而海鹰10无人机被认为是这场战役的坐标引导，是俄军告捷的关键一环。美媒表示，在俄军的战略部署中，无人机是用来为俄罗斯的补给路线提供空中掩护的。海鹰10无人机控制站可以整合到统一战术控制系统中，加快向指挥所或火力单位提供情报的速度。它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的地面站可以一个地面站同时控制4架无人机，而且这个每架这个海鹰10的无人机都可以扮演一个中继通信站的角色。无人机上安装了数据链可以确保地面操作员对其实施实时的操控。也正因此，俄罗斯无人机成为此次乌军重点打击的对象。近期，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根据残骸，乌军判断这架无人机是由扎拉航空制造的 KUB-BLA 型无人机。扎拉航空是俄罗斯武器制造商卡拉什尼科夫集团的无人机制造部门。这款无人机的翼展达1.2米，可以自主飞行到指定区域，以高达130公里的时速持续飞行30分钟，在击中目标时释放重达3公斤的炸药，随后会自我销毁。俄罗斯国防部最初于2021年12月下旬在叙利亚测试了这些无人机，并计划在2022年扩大其使用范围。实际上，海鹰10和 KUB-BLA 都属于俄罗斯无人机舰队中的中坚力量。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军方已花费约90亿美元生产无人机。2021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国防会议上透露，目前已有2000多架无人机在俄军服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受西方制裁，一些无人机关键技术无法采购，特别是在光学、轻质复合材料和电子产品方面的技术制裁。由于俄罗斯自身在这些领域的能力相对有限，其无人机开发工作变得有些迟缓。2016年11月7号，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马里乌波尔附近，距离海岸线约3公里处的亚速海海域坠落，随后被乌军打捞。专家对该无人机记录的数据进行了提取，以做进一步分析。根据乌方的分析，该型无人机大部分零件都是进口。在整个行动当中，俄罗斯方面在侦察无人机的使用方面还是可以，但是在察打一体无人机，就是无人机发射武器这一块，似乎还是有所欠缺。俄罗斯现在当下，你像猎户座这样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据说在行动中也有所使用，但数量可能还是不太够。可能受制于产量包括可能上边有一些零部件的供应问题。另一方面，有观察指出，在地面作战中，车臣部队成为了俄军意想不到的帮手。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小卡德罗夫派出超过1万名车臣部队人员参与战斗，并且自己也出现在了多个主要战场上。实际上，小卡德罗夫在任内重建了车臣部队，分为3支队伍，都加入了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中。其中的城市特战快反组，也就是 SOB2， 类似于其他国家的精锐特警突击队，多次参与了马里乌波尔一线的行动，曾经在1天内仅以数人负伤的代价，便攻占了一个数百乌军把守的城区。
另一支队伍则是著名的卡德罗夫团，也就是原第248北方营，现俄罗斯国民禁卫军车臣第141特种机动团。这支部队和 SOB-2不同，编制上更接近俄罗斯正规军的摩托化特战团，且装备更好，装备了一定数量的装甲车和防爆车。卡德罗夫团在乌克兰危机爆发的第2天，便迅速攻占了受美军一手训练和扶持的乌克兰国民警卫第4旅旅部。这场行动共缴获坦克7辆、各式装甲车17辆、火炮7门、弹药50吨。缴获的装甲车还被卡德罗夫团运回了格罗兹尼，献给卡德罗夫。这支又能打又高调的部队，自然是乌军的眼中钉。他们多次派出北约雇佣兵，试图除掉这支队伍，却一直无功而返。期间，乌克兰还制造了击毙该团指挥官，甚至消灭该团150人的新闻，之后均被证明是假消息。有2种选择，就一方面把这个车臣部队还是留在，亚速钢铁厂当地啊，以他们为主来对残存的乌军进行一个围困啊，或者是把他们调往乌东的前线，然后，亚速钢铁厂的围困任务啊，这个相应的可能是交给其他一些部队来完成。总之，我觉得车臣部队的他们也许长项是比较擅长城镇战啊，所以会把他们放在更适合他们发挥能力的这样的这个地区。